稍顷，雷光再闪。李长寿此时已经坐回了圈椅之中，嘴角又露出了微笑。不少担心敖乙是否能挺过金仙劫的天将，看到太白星君的表情，顿时放心了不少。而那些龙族来龙，自信，从始至终都无比的自信。若是龙王二太子都不能度过金仙劫，那他们龙族也不用在天地间继续混下去了。李长寿注意到了这般细节，手指敲了敲座椅的扶手。龙族之腐朽，其实就在血脉二字上。依靠血脉之力，龙族建立起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内部秩序。东海海眼被破，龙族遭劫了那一次，那头黑蛟虽然将整个秩序撞开了些许裂缝，但依然是无比坚固。老师提醒过我，要提防龙族自满自大，破坏天庭好不容易得来的局面。这件事必须仔细的斟酌。侧旁，便庄低头走来，小声问：“星君大人，末将可以用铜镜直播这倾向？”“自然。啊，记得，莫要乱说，乱讲。”“是。”便庄顿时喜滋滋的答应下来。转眼100多道身影飞到空中，一人拿着2面铜镜，相隔少许距离，从不同角度开始直播这场渡劫盛世。待敖乙那边开始落下第3道天劫，雷霆与天火齐飞，龙血与灵气共建。李长寿闭上双眼，留下部分心神在此地观察敖乙的状况，随时准备出手扔出9转金丹。其余的心神尽皆回归本体。本体在小琼峰的一处空旷林地睁开双眼。又到了1劫1渡的天道关隘环节啊！规矩我懂，9乘8的天法嘛。如今8、9玄功也算有成，1滴半的祖屋精血也已经完全消化了。被道祖老爷批一顿就批一顿呗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让别人来，他们还不一定有这待遇呢。为此，李长寿有感而发，特意吟诗一首，名字叫做《哀抽》，洪荒，佚名。小时候，天劫是令人生畏的烤鲜肉鸡，小命在这头，成仙在那头。长大后，天劫是摆在面前的艰险雄关，小命在这头，长生在那头。后来啊，天劫是一条条紫色的神雷，小命在这头，屁股在那头。苦难也可享受。敖乙开始渡第4道天劫，李长寿仰头看着阴沉的天空，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，对着天空拱拱手。又一阵儿，敖乙开始渡第5重天劫。李长寿眉头一皱，略微有些紧张，总觉得天道在酝酿一波大招，自己这一次还是要多准备一些障眼阵法。敖乙开始渡第6重天劫，敖乙开始渡第7重天劫，敖乙冲上去了，带着一声勇猛无畏的龙吟，青龙直接撞入了那9层黑塔劫云之中。青蓝色的冲击波在天边远远荡开，化作狂风，席卷方圆数千里之地。一时电闪雷鸣，无数闪电对着敖乙劈砍，层层天火包裹着青龙血迹斑斑的身躯。青龙沐浴雷光天火之中，身形奋力摇摆，仰头发出一声声气力十足的龙吟，霸气尽显。终于，宝塔顶端酝酿出层层雷光，一颗融合了雷火风水之力的天劫雷球，抽干了整个天劫之力，朝着敖乙镇压而下。青龙浑身浴血，身上鳞片小半已破碎，但此时犹自毫无畏惧，昂首举爪，修长的龙身挺立而起，浑身震颤之中涌出了一股股血脉之力。我敖乙，祖龙之孙，龙王之子，
龙族入天庭先行者已经做完了我自己的大事，但必将成为族内的一根支柱，成为教主哥哥左膀右臂。此刻面对天劫最后一重，成则一飞冲天，败则粉身碎骨，当无悔天地一心，愿吾龙族长盛不衰。敖乙一双龙目迸发出璀璨光亮，龙首之后的逆鳞闪耀出紫红色光亮，龙躯直直飞起，撞向那最强的一记天劫。蜕变，跃升，百死不悔，战魂不息。震天的雷炸之声中，敖乙身躯被雷光吞没，而后天劫之力一瞬暴涌，疯狂地轰击敖乙全身各处。敖乙元神被心魔之火疯狂烧灼，他在咬牙硬挺，不肯发出半声痛哼，意识恍然有些模糊，心底却泛起了自己昨日与教主哥哥的对话。一转眼你也要金仙劫了，我自是不担心你的实力，但总归是要问上一句，道心可有缝隙？有。啊？是什么？一个冷面老道，人族炼气士。不过这也不重要了，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我今日之成就。这次金仙劫，敖乙定克服这般心魔，定不会让兄长失望。加油，你可以的，克服执念啊！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谁还没有个不堪的往事啊？那老道！雷光中，浑身是血的敖乙突然怒吼，声传整个天阙。李长寿精神一震，道心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忐忑，毕竟这南海洗龙案，嘿嘿嘿嘿。轰的一下，似是敖乙的龙躯直接炸裂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却是敖乙最外层的龙鳞炸飞开来。在他的大吼声中，龙躯各处血光涌动，竟在雷劫之中飞速胀大。一片片银白色的龙鳞从敖乙背脊探出，转眼将他的身躯包裹。一根根银色的龙宗飘柔柔顺，迸发出璀璨的银光，强行将最后的天劫之力冲散。1000丈长的银龙冲天而起，撞碎劫云，在空中仰头咆哮，用龙族古语爆发出了心底那一声等待多年的呐喊：我不怕你了！侧旁的姜思二喜极而泣，李长寿却是嘴角微微抽搐，心底叹了一口气。以后还是对敖乙再好一点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此次我的亲友渡劫，为什么我没有遭天罚？道祖老爷烦了，腻了？李长寿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，坐在那儿陷入沉思，似乎是跟我干预天劫的程度有关。带着复杂的心情，李长寿的本体遁入地下室，躲去了安稳之地。在天庭的指导人也站起身来，与众天庭兵将等待敖乙回返。接下来是给敖乙举办的庆贺仙宴，虽然热闹，但也不必费什么心神。敖乙顺利地度过天劫之后，实力是全面的飞跃。天劫对人族的好处大多集中在大道感悟类，而龙族经过天劫洗礼，却能够激发自身血脉，得到全面的升华。李长寿后面特准了敖乙几年假期，让他能够跟姜思二好好的腻歪腻歪，且在龙宫做一些应酬。又半个月后，各处再次恢复了平稳，但是这个平稳之下却是暗藏汹涌。此前渡仙门响起的急促钟声，就是因渡仙门遭受到了新一轮的威胁。渡仙门有几位外门执事在外奔走时遭了算计，2死6伤，但好在渡仙门如今已经是今非昔比，而渡仙门的掌门季无忧此次也没有直接上头，
直到大劫在头顶盘旋，做出了相对稳健的选择——封山。李长寿对此事给予了较高的关注，用指道人调查了背后对渡仙门出手的势力，发现对方并没有明显的大教背景。这一次跟渡仙门外门执事起冲突，也是因为争夺宝物。这是劫运作祟吗？李长寿并未放下警惕，持续地暗中调查此事。正当李长寿担心渡仙门将会卷入仙门之乱，开始盘算如何帮助渡仙门度过这一次劫难时，南海海神庙来了2个阐教的熟客，给李长寿带来了一则比较关键的情报。所谓的阐教熟客自是太乙与玉鼎，他们带来的消息却是与一直平静的人族凡俗有关。玉鼎真人道：贫道本是在3000世界中去为简儿找寻下一个历练处，不曾想遇到几名金仙境邪修在一处小仙门中烧杀抢掠。贫道出手击毙了这几名邪修后，在他们的储物法宝中发现了这枚玉符。哦，李长寿将玉符接过，放在指道人的掌心，打起精神，做好准备，小心翼翼地探查了其内的内容，眉头渐渐皱起。这一名邪修接了个活，物主让他们3个月之后于五部洲南海之地集结。这玉符之中信息有限，只有去哪儿集合以及各类叮嘱，只透露出这次是要去南赡部洲之中杀几个凡人帝王。莫非有人针对天庭支持的商部落，意图扰乱封神大劫的节奏？此时天道岂会坐视不管？也不对，或许让玉鼎真人遇到这几个邪修，得到这一封密信，本就是天道在背后指引。虽然有孔宣大姐头在商部族坐镇，但是李长寿还是决定稳一手。后土娘娘的七情化身转尸身就在南赡部洲玩耍，此时不得不重视起来。2位师兄可有空闲，能否在南州做个照应？玉鼎真人含笑点头，太乙真人却是眉头紧皱，沉吟几声。这个贫道就算了。啊，师兄有要事要忙也无妨。这个也不是有要事，就是有时候长哥你也知道，贫道这嘴太有自己的想法。总之呢，莫要让贫道与七情化身碰面就好。李长寿和玉鼎真人对视一眼，2个人不由仰头大笑，笑出了没心没肺之感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玉符划破东胜神州的天际，砸向了渡仙门的护山大阵。即将砸上大阵那丝薄润滑的光壁时，被一只大手稳稳接住。师父他老人家怎么突然传信？门内有个大神，做掌门当真是越来越难了。姬无忧站在自己的小屋窗前，眺望着窗外云峰雾海。那一枚玉符在他的指尖来回翻转，眼底带着几分思虑。这是师父给的传信玉符，让他带一些高手去驰援同为人教仙宗的逍遥仙宗。逍遥仙宗于中神州内开山立派，底蕴远超他渡仙门，他带人过去呢，也只是助助声威。但凡是一方势力，自是难免与人结仇结怨。按照洪荒的规矩，便是3教仙宗若因积怨旧仇而爆发仙门大战，圣人弟子不会主动干预。在洪荒立道成，本就是为了将自身之道发扬光大。若道成本身立不稳，站不住，争不过，那也怨不得别人。只有像此前渡仙门遭一些傀儡妖魔偷袭，渡仙门祖师爷渡恶真人出手，玄都大法师现身，才算是合情合理。3大仙门与逍遥仙宗起了摩擦，有可能爆发仙宗全面大战。渡恶真人这般老一辈的高手也不好直接出手，所以呢，才将玉符发到渡仙门，派弟子过去意思意思。换作此前，这般情形一般都打不起来。双方各自来了援护之后，自会有德高望重的前辈凑巧就路过，然后我来说一句公道话，做一个和事佬。但现如今不稳呐。
季无忧低头咳嗽几声，看了眼自己的元神，略微叹了一口气。练神通都能把自己近乎练废，这是他没想到的。也是自己底子不够，本源太弱，成金仙已经是有些勉强了，强行修炼这般厉害的神通确实是有些操之过急。当然了，他这个只是元神虚弱，并不是道躯虚弱啊。之前懂事的小弟子九乌偷偷拿来什么那个毒龙酒啊，还有固元灵丹，他也用了那么一点，也没什么明显的效果。时至今日，季无忧依然有2个困惑：人道教程为何道侣比例总是比其他仙宗高了数倍？长寿到底是如何在我眼皮子底下成为了天庭第2号十全仙神，神教教主太清老爷子的2弟子，还与云霄仙子定下了此生之契？想不明白，搞不太懂，就很费解。长寿的秘密，季无忧一直在全力守护着，以至于数次站出来强行圆谎，为长寿遮掩了一些异象。他原本并不理解为何从前长寿非要闷着此事，但是渐渐的季无忧明白了，长寿将渡仙门弟子的身份当作了一层伪装，从而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之中躲避西方教的目光。而季无忧之所以数次主动现身相护，且极力地控制自己的倾诉欲，甚至连自己师父都没说太多，除却是因为李长寿有所请，最主要的原因，长寿也是渡仙门的弟子，能帮自是要帮的。